辛辛苦苦工作5年，老板说开就把我开了，没有存款，没有收入，我这以后还怎么活啊？你自己摔倒的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流血了，今天也太惨了吧！哎，你的秤跑得真快，东西都不要了。认主成功。谁在说话？主人，是我。你一个秤？主人，我可不是普通秤，我是天秤座转化而来的灵气，可以交易万物的天秤。交易万物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帮主人衡量万物价值，不限于普通财物，还可以交易健康、快乐、感情、寿命、容貌，甚至是灵魂。简单的说，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我买卖，主人只需要遵循一个条件：对于收来的物品必须等价交换。我收这些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啊？当然，主人，你可以通过我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寿命、容颜、财富。收来的物品也可以卖给他人，价钱任你开哦。还能赚钱？真的假的？主人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跟我交易一次试试哦。试试倒也不是不行。好，我要把我身上最没用的东西交易给你，就换钱。我现在缺钱。好的，主人，请做好准备，交易开始。我的肚子里好像有什么消失了。交易完成，已提取主人的阑尾，价值5万块钱。真的交易成功了！我竟然卖掉了自己的阑尾，还卖了5万块。这天秤也太神奇了吧！有了你呢，我岂不是有赚不完的钱？大金条子，大豪宅，等着我吧！这天秤可以交易世间万物，我该怎么用它赚钱呢？哎，大嫂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们是亲戚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借我5万块钱吧，救救我儿子！我真的着急给他交医药费呀！要是能救我儿子，让我折寿10年都行啊！这女的想要折寿换钱，看来我的第一单生意要来了。寿命这东西应该挺值钱的吧？喂，哎呀！你好，我刚才听到你说你需要钱，或许我能帮你。你能帮我？可以试试，你帮我把箱子放下。来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我儿子得了心脏病，现在躺在医院的手术床上。医生说，如果1周内凑不到5万块钱，孩子就不能手术。可我一个扫大街的，一时半会儿哪能凑来5万块钱啊？我可以给你交易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给你5万块钱，你必须给我和5万块钱等价的寿命。啊？寿命也能卖？他不会疯了吧？卖，我卖，只要能救我儿子，换我多少寿命都行。寿命真的能卖钱吗？如果可以，那我的命你尽管拿走。当然可以。那我愿意10年、20年，或者是我全部的寿命，只要能让我儿子好好活着，让我立刻死了都行。也不用全部，每个人寿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，你要卖多少取决于你多少年的寿命值5万。好，那我该怎么做？哎呀，5万块钱，寿命看不见摸不着，就用这个杀戮承载他的寿命吧。这可是我全部身家了，希望天秤真的能交易万物，给我带来财富。李女士，把手放在沙漏上面。
检测到交易对象，除去吃穿用度，1年能存5000块，10年寿命可以5万块等价交换。交易完成，10年寿命已存入沙漏中。这个阿姨一下苍了许多，看来她真的被天秤抽走了10年寿命，存在这个沙漏里。李女士，交易已经完成，这是5万块钱，你拿好。这是你售卖10年寿命获得的5万块钱。谢谢你，沈小姐，你是我儿救命恩人。哎，不用谢，赶快去给你儿子交手术费吧。好。这医院里肯定会有人有延长寿命的愿望，在这里找到我的买家应该不难，而且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李叔，今天可是您80大寿啊，您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开了一辈子的饭店，最希望的就是看见我的李记餐饮能在全国开连锁店。可惜啊，我已经癌症晚期了，连床都下不了。医生说我最多还有3个月的寿命，要是能让我再多活10年，多好啊！李记餐饮，那不是正成的100年老店吗？他就是李记餐饮的老板，听说他身价1000万，这10年寿命要是能卖给他，肯定能赚不少钱。李老爷子，我能帮你续命。我姓沈，我能交1万5，只要你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，我能帮你延长10年寿命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这交1万5延长寿命，这些话拿去骗骗小孩子还行。我活了8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。我没跟您开玩笑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当场试一试，反正对您来说试一试也没什么损失。这位小姐，我看你就是来骗钱的吧？你这找理由好歹也编个像样的呀，让老爷子买寿命，这不扯淡呢吗？李老爷子，你可别信他。如果买卖不成，我分文不取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帮我延长寿命。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我李成刚分你1半家产。李老爷子身家1000万，1半就是500万。这单做成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缺钱了，马上就能住大豪宅，开豪车。老爷子，我这就为你续命10年，您先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放松就好。您先别睁眼，马上就好。他的气色变好了，看来这寿命交易起效了，太好了，500万马上就要到手了。老爷子，交易完成了，您可以起来了。你搁这儿糊弄3岁小孩呢，装神弄鬼一通，就说老爷子寿命增加了。李老爷子明明连床都下不了。李老爷子，您竟然能下床了！真是太好了，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。之前走路都得靠轮椅，现在居然能自己走路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快把医生叫过来！李老爷子，您怎么站起来了？您之前身体状况那么差，可不能随便下床啊！王医生，快给我检查检查，我感觉我现在身体好得很，一点都不像癌症晚期的人。奇怪，太奇怪了。
血压正常，心跳平稳，身体的各项机能看起来比上次检查好多了。李老爷子，根据我的初步判断，您现在的身体是因为癌细胞活性正在快速消失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您的寿命至少还能再活10年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啊！好，太好了，王医生，既然检查完了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跟这位小姐谈啊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喂，是会计小张吗？你现在立刻给沈女士的账户汇500万。对，现在就汇，不要耽误。哎呀，500万真的到账了，我终于发财了。李老爷子，您真是太讲信用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，慢走慢走啊。这笔交易就赚了500万，我要开个店面，等我打响名气，就有源源不断的客源了。以后我就是这万物交易所的老板了，发家致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沈小姐，李老爷子，沈小姐，我这次来给你带生意来了。李老爷子带来的人总不能光站着吧？快坐。说说你的事儿。我这交易所只做等价交换，得先知道你有什么需求，才能算清要换的货。小谢，别紧张。沈小姐不是外人，我这条命都是她救的。我刚投了几家连锁店，帮不了你。沈姑娘应该能解你的燃眉之急。我叫谢志友，28岁，开了一家做智能家电研发的初创公司，满打满算1年了。当时刚创立的时候一帆风顺，很快拉来了投资，整整300万。但是我有了钱之后，我就飘了，随意挥霍，还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。现在钱全都花完了，但产品还没设计出来。沈小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你需要什么？钱，我需要100万来研发新的产品，可惜已经没有人愿意借我钱。如果我再筹不到资金，我的公司就完了。你的难处我清楚了，要帮你也可以，但得用等价的东西换。你有什么想卖掉的吗？运气。这些年来，我无论做什么都顺风顺水，运气非常好。但也正是我仗着我的运气，才会肆无忌惮，害得自己走到现在的绝境。沈小姐，我要卖掉我的运气。谢先生，卖掉运气之后，你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这么好运了。换句话来说，所有的事情或许你需要比别人努力100倍，才能换来你想要的结果。你真的愿意卖掉运气吗？我愿意，只要能让我的公司正常运转，能设计出好的产品，卖掉运气算什么？我交易我超出常人的运气。好，伸出手，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好。你超出常人的运气已经凝结在这骰子里了，我给你算一下值多少钱。砝码上的数字就代表金额。10年的运气一共价值108万。支付宝到账108万。108万，居然真的有108万！沈小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光顾着感谢了，赶紧闯事业去吧。好，沈小姐，李老爷子，等我研发完新的产品，
我一定来给你们送锦旗。以后要是有能帮上忙的地方，你们尽管开口。好。快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你刚交易了运旗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么平坦的路都能摔倒。你瞎呀？走路不看路，我这车把都歪了。是你没减速，我妈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。你起来，我有急事啊。你有急事你就有理了。我这车修修至少200块钱，今天你不赔钱，你别想走。好，我转给你。刚交易走运气，倒霉事就跟着来了。这等价交换，连副作用都这么直接。赔给你了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用10年运气换108万，虽然解了燃眉之急，可这后续的倒霉还得他一个人自己扛。不过这买卖自由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好运卖出去。虎哥，你再宽限我几天。宽限你1个月了，50万，3天后必须见到钱，别给我耍花样。3天后见不到钱，我就剁了你这双手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赌。虎哥，我这2天就去赌场再赌一把。之前是运气不好，这次肯定能翻盘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的还你。翻盘？我看你是翻棍子。3天后要是翻盘，我就到你家里要钱。哼！你现在需要好运，而我能帮你。你？别开玩笑了，我现在没心思跟骗子瞎聊。骗子只会让你给钱，而我不会。你现在除了信我给你带来好运，还能信谁？你能怎么帮我？我现在除了这条命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能让你拥有好运，只要你买下这枚幸运头子。真的假的？多少钱？他现在身无分文，而且应该并不相信我，看来要换一个交易方式了。500万。5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头子可以免费给你用，不过你要是用它赚到钱，我要分走500万。好，我换。如果你真能让我翻盘，我给你500万。要是你骗我，我要是骗你，你自然没钱给我。当然，如果你赚钱后却不肯履行约定，不给我那500万，那么你未来10年的运气就会被我全部没收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一定要赢，赢了就能还了虎哥的债，还能留笔钱。赵磊，你还敢来？上次输的5万块还没还给我呢。今天不玩小的，这房子值80万，我押他。赢了，欠你的钱我连本带利还你；输了，这房子你拿走。哟，你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？输了，你可真要睡桥洞了，不打算活了？赵磊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你押80万，咱们跟他玩，谁怕谁啊？靠你了，一定要赢。请吧。同花顺啊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拿到同花顺？快给我打钱！
沈小姐，我赢了，一晚上就翻盘了，赢了600万。这500万我现在就转给你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幸运投资第一次起效就这么猛，不过这是在透支投资里的幸运力量，幸运投资的力量在飞速消耗。再来，这把我压100万。别得意，刚才是你运气好，我跟100万。跟。哼，再来。哼。4上 A， 我又赢了。赵磊，过来。别赌了，投资的光泽快没了，他的运气耗尽了。哎，沈小姐，我心里有数，再赢1把我就走。哎，你放心，你是我贵人，我还能骗你？贪心一旦开始，就像脱缰的马，拉不回来了。赢了。你输了。不可能，我有幸运骰子，我的牌怎么可能这么小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跟姐姐玩还嫩了点儿。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刚才赢了那么多，肯定能赢回来的。姐，你赢个屁！刚才3把，1把都没赢，输光了你的现金，你还欠我们30万，赶紧给钱！怎么会这样？骰子为什么不管用了？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欠我的50万，加上你新欠的30万，总共80万，钱呢？虎哥，你再亏欠我几天，我刚才赢了那么多钱，就是这把输了而已。还钱？我肯定能赢的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走，让你家人来数。虎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用运气换一时的赢，最终还是要还的。等价交换从来没有例外，想要的越多，失去的只会更多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别碰我！我喊人！喊呢？你喊呢？这巷子除了我们，连鬼都没有。你这小模样，跟哥几个去旁边网吧坐一会儿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走哟，还大学生呢，装什么蠢？哥几个又不吃人，想跟你认识认识。别碰我！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八哥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走。别碰我！过来吧你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过来！你们放开我！别闹铃了，东线下现在有3个男的对一个女大学生动手动脚。对，我把位置发给你了，你们快点来。少多管闲事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也不想知道你们是谁，但警察5分钟内就能到。你们要是想跟他们聊聊耍流氓是什么后果，尽管在这耗着。你，大哥，算了吧，警察真来了就麻烦了。行，你有种。哼，我们走。呸！谢谢姐姐，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……不用谢，你长得太扎眼了。今天是遇到我，下次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我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沈梦，能帮你解决漂亮惹的麻烦，想通了之后联系我。帮我解决漂亮惹的麻烦，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美貌卖给我，交换任何你需要的。真的可以交易吗？当然，童叟无欺。进来吧。
沈梦姐，美貌真的可以交易吗？那我卖掉美貌之后，会不会很丑啊？不会的，我可以帮你把漂亮变成普通，但是不会让你变丑，而是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你视而不见。但你的家人、同学还是能看到你原来的样子。这样的交易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这张脸只会给我带来谣言、非议，甚至招惹是非，害得我时刻担惊受怕。如果能换一个安稳的环境，或者说能让我的学业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我愿意。走。镜子代表你过分惹眼的漂亮，荣誉证书代表优秀学生1等奖学金。这笔奖学金不仅能覆盖你1年的学费，还能让你在评优保研时更有优势，这是你要的学业保障。所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沈梦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要美貌了。把手悬在镜子上，另一只手放在水晶球上，闭上眼睛。这就是普通的我吗？这是不会再让你被恶意盯上的你。喂，王老师。喂，小雅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你申请的优秀学生1等奖学金批下来了。明天上午的颁奖仪式，你要上台发言领奖。真的吗？谢谢您，王老师。是你自己成绩好，明天好好准备发言啊，明天见。沈梦姐，我拿到奖学金了，明天是颁奖仪式，你能来吗？我想请你见证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不知道谁最后会得这个奖。最近忙什么呢？听说这次奖学金是林小雅，那不是林小雅吗？她真的很怎么感觉变样了？以前多好看，现在就是个普通人。对呀，上次见她还是校花级别的，是啊，现在脸上有雀斑，眼睛也小了，扎人堆里根本认不出来。会不会是熬夜学习熬的？她这次不是拿了1等奖学金吗？可能太拼了。他们终于不是盯着我的脸了，现在讨论的是我的奖学金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，对吗？下面有请林小雅上台领奖。好样的！好！谢谢学校给我的荣誉，也谢谢我的一位朋友，他叫沈梦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还在被很多麻烦困扰，没有办法安心学习。是他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价值不是靠外貌，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谢谢大家。好。你就是什么？是我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林小雅这半个月的变化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之前她走到哪儿都有人围着，但现在同学们都觉得她普通。这种变化可不是靠熬夜学习能解释的。我猜，这跟你有关吧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林小雅的变化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你一上来就拦着我问问题，却没告诉我你自己是谁。在回答您之前，难道不应该告诉我拦着我的人是谁吗？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夫人刘爱玲。刚才给林小雅颁奖的那位校长，就是我的丈夫张建军。原来是校长夫人。您既然对林小雅的变化好奇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可以解答你所有的疑惑。我现在就有时间，别绕圈子，你快带我去。跟我来。这
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呀？这地方看起来可不像是能够解答疑问的地方呀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万物交易所，这什么地方？开在这种老街上，还取这么奇怪的名字？进去再说。这，请坐吧，校长夫人。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地方，万物交易所，而我是这里的老板。万物交易所到底能交易什么？总不能真的像名字一样什么都能交易吧？还真就是什么都能交易。普通的金银珠宝、房契、地契这些东西，像健康、快乐、运气、容貌，甚至灵魂、寿命，在我们这里只要有价值的东西都能买卖。容貌、寿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。林小雅就是因为之前长得太惹眼，总被混混纠缠，被同学排挤。就是在这里，她用过分惹眼的漂亮换了普通的容貌和优秀学生1等奖学金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盯着她的脸找麻烦，她才能安心学习。原来她的改变真的是因为你。那这个交易所是怎么交易的？这台天秤能衡量万物的价值，唯一的规矩就是等价交换。得到什么，就得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。校长夫人，您刚才在大礼堂拦着我，不只是好奇林小雅的变化吧？您自己是不是也有想解决的事，或者说有想交易的东西？我今年50岁了，跟我丈夫张建军结婚30年了。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普通的中学老师，我陪着他改作业备课，还省吃俭用供他读在职研究生，托关系帮他调进这所大学。看着他从一个普通教师慢慢的变成了系主任，再到校长。我本来以为等到日子安稳下来，我们就能好好享受生活了。可就在上个月，我发现他不对劲，他开始经常晚归，手机设了密码，身上还有陌生的香水味。我偷偷跟着他，结果我发现他出轨了，跟他那个年轻貌美的小秘书。我看到他们当时那样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我现在就是个黄脸婆，他要跟我离婚。沈老板，我不想跟他离婚，这个家我守了30年，我不能让那个女人把他抢走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他之所以变心，是因为我老了，不好看了，所以我想跟你交易，我想恢复20年前的容貌，我想变回那个曾经让他心动的样子，我想挽回他。恢复20年前的容貌，确实能满足你的需求，但等价交换，你要付出什么？沈老板，我愿意出1000万换我20年前的容貌，你觉得这够不够等价？1000万？那我岂不是干完这单买卖就能买得起大豪宅了？1000万确实抵得上20年容貌的价值，够啊！但我要说清楚，这交易只改外貌，改变不了你的性格和记忆，你还是你，只不过看上去年轻了20岁。我明白。这是1000万的现金支票，随时可以兑现，你先拿着。
把手放在镜子上。这是我28岁的样子。那时候我刚陪建军搬进大学分配的小平房，还没生女儿呢。要不要拍个照看看效果？好。哎呀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我们冷战半个月了，他连我微信都不回。他不会是看了我朋友圈发现我不对劲了吧？加了才知道。就算他问，你就说自己最近心态比较好，保养的好。有什么问题？喂，建军。艾玲，你朋友圈的照片是刚拍的，看着精神好多了。晚上有空吗？我们好久没一起吃晚饭了。我订了咱们以前常去的那家西餐厅。好的，我今晚准时去。沈老板，他约我吃饭了，还夸我精神好。去吧，别迟到了。好。记住，你在我这儿交易换的只是外貌，要想长久，还得看你们怎么聊。谢谢，谢谢沈老板。1000万到手了，大豪宅，我来了。你好，你发布的天龙1号的豪宅我买了，全款，现在就能交付。哇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大豪宅啊！这大沙发，这大落地窗，这金钱的味道。我都住大豪宅了，怎么能没几身衣服呢？买，必须买，我要消费。这些都不要，其他打包。来，快过来。刘姐，这是沈小姐，你快帮帮这孩子吧。他是我隔壁邻居，他叫乐乐。以前乐乐是个非常活泼的孩子，但是这半个月我就没见他笑过一次。这好好的孩子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呀？乐乐，我是沈梦姐姐，你能不能告诉姐姐，你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没有。乐乐，你别瞒了，你昨天晚上在楼道里哭，阿姨都听见了。你说爸爸躲起来了，是不是因为那些催债的人？爸爸说欠了别人好多钱，那些叔叔来家里拍桌子，说要是再不还钱的话，就把我们家的电视给搬走。
爸爸说欠了别人好多钱，那些叔叔来家里拍桌子，说要是再不还钱的话，就把我们家的电视给搬走。爸爸吓得躲到了爷爷家，我都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。乐乐不开心是因为想帮爸爸，对吗？妈妈天天都在楼道里哭，说没有钱帮爸爸还债。可是我只有奥特曼卡片，我给他们，他们还不要。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拼积木，听到客厅砰的一声，我就悄悄躲在门缝边看。李大海，30万欠了快半年了啊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再不还钱，老子就把你这破房子挂网上卖了。大哥，求求你，再给我1个月，1个月行吗？我最近在找工作，等工作找好了之后，我就还你钱。求求你，别吓着孩子。吓孩子？哼！你当初借钱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自己的孩子？要么今天给钱，要么写个抵押条，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我听到妈妈哭着说再给几天，可是那些叔叔好凶，我不想再让他们来了。乐乐，你想帮爸爸，姐姐能理解，但是在姐姐这儿，交易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所谓的帮爸爸，你准备好付出什么了吗？姐姐，我能不能卖掉什么，让爸爸开心呀？乐乐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快乐卖了换钱帮爸爸？对，我想把我的快乐卖掉换钱，给爸爸还债，这样爸爸就可以回家了。乐乐，你别傻了，你怎么能没有快乐呢？这样你看动画片、吃蛋糕的时候都不会笑了。可是快乐帮不了爸爸呀，我宁愿不笑，也想让爸爸回家。乐乐，姐姐再跟你确认一次，卖掉快乐之后，你爸爸给你买的奥特曼卡片，你也不会开心。你吃到自己想吃的零食，你也不会快乐。你妈妈带你去游乐园，你也不会开心，心里面都是空落落的。你确定还要换吗？我确定，只要爸爸能够回家，我不开心没什么的，爸爸比快乐更重要。那你抓住这个棒棒糖，想着你以前最开心的事情，曾经有过的那些快乐，你妈妈带你去游乐场，你爸爸给你买的奥特曼卡片。这是你用快乐换来的30万，够给爸爸还债了。密码是6个8，记得让妈妈陪你去银行取。谢谢沈姐姐，我现在就去找妈妈，让妈妈把钱打给爸爸还债。沈小姐，乐乐以后还能再找回快乐吗？等价交换，有得必有失。能不能找回来，要看他以后的日子里有没有能重新让他心动的东西。尊重他人命运，我就是个商人，赚钱才是我该操心的事儿。现在有了房子，也该买个大奔奔来看。童年快乐应该也能卖上不少钱吧。又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今天不回公司吗？你都多大了还瞎玩？集团那几个项目等着签字，你倒是好，多去公园做旋转木马，赶紧回来。你整天除了让我回公司还会说些什么？我喜欢设计，我想做自己的潮牌。
你们什么时候听过我一次？从小到大，哪件事情让我真正快乐过？说句能当饭吃，这段是你爷爷打下的江山，你必须继承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冻结你所有的卡。冻结就冻结，我受够了！你们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，只把我当做继承家业的工具。你想要的不是反抗他们，是找回能让自己开心的东西，对吗？我能帮你。你帮我？别逗了，我爸妈都做不到的事儿，你一个陌生人能行？我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沈梦，你可以先说说你想要什么。我想要的是能自己做决定，是晚上能睡个好觉，不是谁来跟我扯能帮我的空话。你知道我每天晚上要吃2片安眠药才能睡着吗？先说说你的故事吧，你不是一直想有人听吗？我从5岁就开始学钢琴，每天练4个小时，少练1分钟，我妈就把我的漫画书全撕了。后来上小学，我爸又逼我学奥数，周末别的小孩去公园玩，我要上3个补习班。有次我偷偷逃课去买四驱车，被他抓到，直接把车砸了，还罚我跪了2个小时。所以你现在抵触继承家业，是因为那些被抢走的童年。你想要的快乐，其实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对吗？这个能帮你。快乐？我都快忘了快乐是什么感觉了。现在每天对着公司的报表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觉得活着特别没意思。我能帮你找到快乐，但等价交换，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我有的是钱，你说吧，要多少钱？2000万够不够？别拿个破棒棒糖来糊弄我，这是给3岁小孩吃的。你先尝尝，是不是糊弄你，吃了就知道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爸以前偷偷带我来玩旋转木马，我妈还帮我藏漫画书。他们不是不爱我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跟我说，而且他……现在觉得快乐回来了吗？太谢谢你了，2000万，我现在就给你。收款成功，2000万元。2000万，真的到账了，豪车终于能买了，再也不用筹钱了。我现在就回去跟我爸妈好好聊聊，谢谢你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爽，有钱的感觉就是好啊！刘浩，从这里走出去，不要再回头。以后你那造假古董生意不要再干了，金盆洗手，好好做人，钱没了再赚。刚出狱的造假能手，看起来还有点缺钱。知道了。看来又能收到好东西了。哼哼，帅哥，过来。牛先生是吧？有没有兴趣跟我做个交易？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也没什么跟你好交易的。别着急拒绝，我是沈梦，万物交易所的老板。我不是来拉你做违法生意的。交易所？我刚学买石放，以前是造假古董的。你要是想让我再干那行，我可不敢。我蹲了3年大牢，够了，再也不想重蹈覆辙了。你看我像缺那点造假钱的人吗？我要的不是你造假，是你的手艺。手艺？这玩意儿也能交易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的手艺也就够修家里的破烂，值不了几个钱。这玩意儿还能当生意做？信不信随你。你刚出来，手上有没点积蓄？不该攒点本钱？我的交易所就在前边，10分钟路程，
去看看又不吃亏。要觉得不行，随时走。那我就跟你看看，但我先说好，要是有半点违法的，我立马就走。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坐吧，不用紧张。哦，来说说你的手艺吧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？我打小就手巧，3岁的时候我爸收音机坏了，我趁他不注意拆开又装回去，居然还能用。后来上学的时候，同学家的桌椅坏了，灯泡不亮了，都找我修，我不用看说明书，摸2下就知道问题在哪儿。后来长大了，觉得维修手艺不赚钱，听人说造假古董来钱快，就跟人学了。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，后来赚了点钱就收不住手了，直到被人举报。蹲监狱的时候我就想，要是当初一直靠维修手艺吃饭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现在出来了，就想换个门路，哪怕开个小超市，卖烟酒零食，或者整个小吃摊儿，赚点踏实钱。你的维修手艺能修家电，也能修家具，是实实在在的本事，当然能交易。不过它价值是多少，还得看天秤的衡量。你愿意交易吗？真能交易吗？交易之后，我这双手还能干活吗？我还要开超市呢。交易的是手艺的价值，不是让你失去动手能力。以后你该修东西还能修，只是这门手艺本身会成为交易所的商品，而你能拿到相应的钱去开你的超市。我愿意，只要能让我开始新的日子，这点手艺算什么？把手放上来，闭上眼睛。砝码的数字加起来是100万，你的维修手艺它值100万。100万！把这个签了，100万转给你。100万，真的是100万！我现在就去盘个铺子，明天我去办营业执照。沈老板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我的贵人。收工睡觉，明天再赚钱。牛浩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沈老板，我给您介绍个朋友，他叫李国生，也是个手艺人，专门修古董的。我跟他说您这儿能交换手艺，他特意过来看看。李师傅，你别站着了，快坐，来说说你的故事。来，坐。其实我跟小浩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，那时候我们在城郊的作坊里干的是造假古董的勾当。哦，你也干这行？我是一直以为你要单打独斗呢。沈老板，李哥跟我不一样，他那时候总劝我不要干这行，说这行啊早晚要出事儿。哎，是我自己太贪心了。其实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那时候我技术不如小浩，他能仿的连老行家都打眼，我呢只能造些小物件。后来小浩被抓，我连夜把作坊里的东西全烧了，这才没跟着他一块进去。这几年我在博物馆里跟着老师傅学修复，才算是走回了正路。前阵子馆里收了一批从海外回流的文物，其中这件青花瓷碗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官窑，可是它碎得太厉害，我花了半个月时间才搞成这副样子。这碗要是修不好就没法展出，这跟毁了没有区别。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心想着早年要是没有走歪路，早点学真手艺，现在也不至于。唉，这文物要是毁在我手里，我这良心一辈子都不安。您是想交易修复能力，帮您把这碗修好？是的，只要能让我把这碗修好，付出什么我都愿意。交易可以，但得等价交换，要么拿出足够的钱，要么拿出跟它同等价值的东西。我这是交易所，不做亏本买卖。
力哥，要不我先把那100万借你，等你修好了文物，馆里肯定有奖金。不用麻烦，小浩。这方砚台是我早年收手的真东西，不是造假的。前几年我请专家看过，说是宋代的端砚，至少能卖1000万。沈老板，我用这砚台换维修能力够不够？宋代端砚，我不懂，我哪知道它是真是假的呀？万一是你以前造的高仿品，如果是假的，我这生意不白做了。哎呀，沈老板，我用我这辈子的名声发誓，这砚台要是假的，你随时能收回我身上的维修能力。我李国生从此以后再也不碰文物修复，还遭天打雷劈。沈老板，李哥现在可不是以前了，他在博物馆里面连一片碎瓷片都不敢私藏，他肯定不会骗你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哎，把手放在螺丝刀上，闭上眼，别紧张。这感觉就像我手里握的不是空气，是能看透所有裂痕的工具。哇，李哥，你这手法比以前厉害多了，这碗看着跟没碎过一样。沈老板，谢谢你，这碗终于可以展出了。来，把这字签了吧。好。交易完成，快把这文物送回博物馆吧。哎，谢谢你，沈老板。哎，装好。1000万，先找个地方鉴定下，别真被坑了。哟，沈小姐，您这是从哪儿淘来的宝贝啊？这可是正宗的宋代端砚呐，比我在拍卖会上见过的那可是好太多了。那你上次在拍卖会的那个拍多少钱？哦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哦，是这个，来给你看一下啊。这个是那个残缺的宋代端砚，当时啊拍了1800万，但您这个呀更完美，至少2000万呢。2000万，比李国生说的还多1倍，赚了。啊，那你现在收吗？收，当然收，我立刻给你转账啊，2000万，1分都不少。哎，好，好，给您转过去了啊，您看一下。老板，下次还有好东西，我还找你。哎，谢谢沈小姐。好，沈小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2000万到手，这下就能把爸妈都接到城里，给爸妈也买个房子了。我得再多赚点钱，给爸妈雇保姆、雇家庭医生，让他们好好享福。哎呦，这么大呀！哎呀，您去那儿坐吧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这灯，哎呀，真气派呀！这沙发，哎呦，这画不错呀。梦啊，这房子真是你买的？这灯，哎呀，比咱村口的树还高。可不是嘛，这沙发坐着比咱家木板凳啊舒服10倍。哎，你看这落地窗，那站在面前能看见大半个城市，这搁以前啊想都不敢想啊。爸妈，你们先喝口水歇会儿。这个房子我全款买的，你们就安心住着。到时候等我再攒攒，给你们2老换个大的房子。好，
到时候给你们安排保姆、家庭医生，全给你们安排上。到时候你们好好享享清福，别再回去吃苦受罪了。好，哎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小时候学习总跟不上，我和你爸还总念叨，说你要是有邻居朱大强1半的机灵就好了。人家大强从小就是学霸，奥数奖拿了一个又一个，谁知道啊？哎呀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咱默默现在有出息，比什么都强。倒是那个大强，前阵子听你王阿姨说，在城里混得不好，又没有正经工作，天天往河边跑钓鱼。你说呀，30好几的人了，还问家里要生活费呢。朱大强，我记得他以前学习特别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记得他后来还考上了清北的研究生吧？谁知道呢？听说毕业后找工作不顺利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慢慢就颓了。是，你汪阿姨提起他就哭，说早知道当初不让他一门心思的读书了。爸妈，你们先在家里面歇一会儿，我去河边找找他，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也行，你俩呀是发小，说话或许他能够听进去。这要是实在帮不上忙也不要勉强。朱大强，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专门来找你的。别玩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坐坐，聊聊天。我这模样出去丢你人。再说我也没什么要聊的，我今天还没上鱼呢。走吧，我不嫌弃你丢人，带你吃顿好的。什么？你带我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这儿的老板。坐。这是你的店，你现在是老板了？随便坐。说说看，你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以前你可是我们村里的骄傲啊，现在怎么天天去钓鱼？骄傲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我考上清北研究生又怎么样？我毕业出来找工作，差的公司我看不上，感觉跟我的学历不匹配；好的公司呢又看不上我，面试一次拒一次，说我智商高，能力低，连个最简单的项目方案都做不好。我以前总觉得拥有高智商就什么都有了，可是现在才发现，拥有高智商没有赚钱的能力，同样活不下去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个科技公司，可是现在别说开公司了，我连最基本的房租都交不起，还要靠父母来接济。他们为了我在外面欠了不少债。这里是50万，拿去。不管你是还债也好，还是找房找工作也好，我不能要你钱。虽然咱们两个是发小，但是我也不能平白无故拿你钱啊。你没白拿，平等交换。我要从你身上拿一样东西，高智商。高智商？交易以后你会变成一个普通人，这样你就不会好高骛远。或许这对你来说也能过一个平静的生活。高智商？你愿意吗？哼，现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只是个笑话。行，我换，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，最起码不会再被学霸2个字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把手伸出来。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好。我怎么不记得量子力学公式了？我以前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的。正常，你的高智商已经换成钱了，拿着这些钱，好好的去找个工作，踏踏实实过，日子总能过好的。
喂，请问是朱大强先生吗？我们是日西贸易公司，看到你的简历，想邀请你担任销售岗位，月薪5000，干得好还有业务提成，你愿意来面试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谢谢你们，明天一早我就过去。什么？谢谢你，我终于找到工作了。等价交换，得到的同时总会失去点什么。不过只要路对了，失去的东西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找回来。嗯。高智商这东西，肯定能卖个大价钱。你好，你这儿是不是万物交易所？他们说你这里什么都能交易，是真的吗？是这儿，是这儿，你坐。我叫陈阳，是星图科技的一名程序员，负责公司新 APP 的。坐，我不管你是哪家公司的，我只关心你要交易什么。我要交易解决方案。我们团队卡了3个月的逻辑漏洞，改了8版方案都不行。今天 CEO 说了，今晚再搞不定，整个开发组全部换人。沈老板，你能不能卖给我一个能修复漏洞的解决方案？只要能保住工作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方案我没有 ，APP 是你们公司内部员工团队制作的，外人怎么可能凭空给你制造出一个代码？那怎么办？我干这行已经干了5年，就盼着这个项目上线拿奖金。我要是被开除，我连房贷都还不上。方案我没有，不过高智商我有。有了它，你的逻辑思维会翻倍，以前看不懂的代码，绕不过的漏洞，有了它，你一眼就能找出问题。高智商，交易这个真能让我想出解决方案？当然，等价交换，童叟无欺。好，我买。多少钱？只要 APP 能上线，光项目奖金就有200万，以后 APP 盈利还有分成，我很快就能实现财富自由。5000万，1周之内到账，少1分都不行。5000万，沈老板，这太多了，我现在连50万都拿不出来。这个 APP 如果能开发出来，肯定能引爆市场，分红至少有2个亿，1周后就可以分账。这样，我写个借条给你，1周后给你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过要加一个条件。如果1周后没有到账，我可以把你身上的高智商收回，而且你甚至会变成连1+1都不会算的傻子。我写，只要这个 APP 能上线，我很快就能凑够5000万，就算卖房子卖车，我也认了。想清楚，一旦签字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现在可以交易了吧？把它吃了。找到了，漏洞在第3层嵌套逻辑里，只要加一个异常值拦截模块就行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张总，漏洞已经解决了，你现在就可以测试，保证没问题。真的？我现在测，你别挂，等着。陈阳，真的好了，所有的测试全过了 ，APP 今晚就能上线。谢谢你，沈老板，我现在就回公司盯着上线，1周内保证把5000万打给你。
星图 APP， 那不是陈阳刚开发的 APP 吗？3小时下载量破100亿了！5000万。沈老板，5000万已经转过去了，太感谢您了！要是没有您，我早就失业了。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等价交换果然没错，我想要的财富，别人想要的机会，各取所需，挺好。妈，您快别催了，我刚跟省队教练通完电话，他们说下周1就让我去报道。可是我不喜欢金融，我打了10年的篮球，现在放弃太可惜了。省队，我知道家里欠着钱，我也急啊。可是金融专业得学4年，毕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。打篮球是不稳定，可那是我喜欢的呀。妈，你就别跟我爸吵架了。现在要是有能赚钱的门路，我哪怕矮10公分我也愿意啊。真的，只要能帮家里还钱，我什么都愿意换。矮10公分换钱，身高这东西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生意吗？哎，你刚才说你愿意用10公分身高换钱？你都听到了？你真的用身高换钱？我真的能帮你。我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沈梦，我那边能换万物，包括身高。万物交易所还能卖身高？你不会是个骗子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见过那些说帮人找赚钱门路的，可结果呢，还不是先交押金吗？我这不要你押金，等价交换，你给我身高，我给你钱，咱们现场兑现。你要是不信，你跟我去交易所看看。行，我跟你走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立马报警。哎，放心，我做的是长久生意，不骗这点小钱。走吧。哦呦，我先跟你说清楚交易规则。哦，我这里都是等价交换，你要卖掉你10公分的身高，它的价值多少钱，他说了算。我得先说清楚，你从185变成175以后，你的身高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确定你愿意换？可是175公分会不会影响日后打篮球啊？我之前都是靠身高抢篮板的，现在矮个10公分，说不定连校队都进不去了。等价交换，有得必有失。你刚才说家里急用钱，如果你有了钱，能当学金融的启动资金。如果你选择篮球，你觉得你省队的工资能解决家里的问题吗？我爸去年做手术欠了30万，我妈打零工，每个月才3000块钱。我本来想靠打篮球赚点奖金，可是省队说新人第1年只有基本工资，根本不够还债。想清楚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没人逼你。我换，篮球没了，可以再找个爱好。我不想看着我妈天天哭着求别人借钱呢。沈老板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把手放上去，闭上眼睛，别紧张。你10公分的身高，价值200万。200万，这么多！好，把这个签了，马上就能转给你。我现在就给你转200万。
沈老板，谢谢您，这钱我先给家里还债，剩下的我报个金融培训班，一定好好学，再也不让我妈操心了。不用谢我，等价交换而已。以后要是有朋友需要交易的话，记得来我这儿。好，沈老板，您放心。10公分的身高卖200万，这生意值。模特最在意身高，要是有人想长高，这身高刚好能用上。苏小姐，不是我们不给你机会，我们模特行业是有硬要求的。你身高1.65米，离要求的1.75米差太多了。就算你长得再好看，也上不了 T 台啊。可是就差10公分而已啊！我练了半年的台步，学了3个月的化妆，现在就是因为我的身高不够，连个试镜的机会都没有吗？差10公分就是差，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抓紧时间转行吧。老天爷，要是谁能够让我再长高10公分，我就把我爸公司里10%的股份全都分给他。我爸是做建材生意的，股份值几千万，只要能让我长高，我什么都愿意换。瞌睡送来了枕头，10公分身高换几千万股份，这生意比卖李伟的身高还赚。别哭了，不就是想长高10公分吗？我能帮你。你能让我长高？信不信由你。我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沈梦，我能交易万物，包括身高。你想长高10公分，只要你愿意付出同等的代价，比如你刚才说的公司股份，我就会帮你实现。你真能让我长高10公分？当然，只要你愿意，现在就能当场交易，当场生效。沈老板，真的只要我爸准备好股份转让协议就行吗？但是这会不会太麻烦了？要是我爸他不相信我，麻烦？你刚才不是说只要能长高10公分，你什么都愿意换吗？怎么现在怕麻烦了？至于你信不信，如果你爸真的疼你，我想他应该会愿意赌一把。喂，爸，是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能不能让律师立刻起草一份股份转让协议？10%的。对，就是咱们公司10%的股份。冉冉，出什么事了？好端端的要转让股份干嘛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跟爸说。没有人欺负我，是有人能帮我长高。爸，我想当模特，但是我只有165公分。人家说我不够高，但是现在有人愿意帮我长高，只要10%的股份。爸，这是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冉冉，只要能让你如愿，别说10%，就是20%股份，爸都愿意。爸现在就让律师飞过来起草协议。沈老板，我爸他同意了，他说现在就找律师起草股份转让协议。好，来，过来，站这儿。这儿，脚后跟贴紧墙根。我现在量一下你现在的身高。165公分。没错吧？没错。你自己看。交易规则我再跟你说一次。我用10公分的身高换你家公司的股份。交易成功以后，你会立刻长高，不得后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来，你自己拿着量尺。我好像真的在长高了。我的脚好像都快够不到地面了。坚持给我。
175，看清楚，1分不差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真的长高了。沈老板，谢谢你，我终于可以去当模特了。爸。哎呀，冉冉，你现在都这么高了。哎呀，之前跟爸一样高，现在都比爸高1头了。哎呀，爸，我现在175公分了。哎呦，沈老板真的帮我长高了，你看，高了这么多。是啊是啊，哎呀，沈老板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沈老板，你不仅帮冉冉了却了一桩心事，而且啊，还圆了我们苏家的梦。以前呀，我看冉冉偷偷的减肥，哎呀，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啊，多亏了你呀。苏老板客气了，等价交易而已。哎，转让协议。哎呀，沈老板，这是20%的股份转让协议，每年呢，公司至少有5000万的分红给到你，不管公司啊盈亏与否，而且啊，在公司的董事会还给你留了一席之位，你只要在这股份转让协议上签个字，这20%的股份就归你了。哎呀呀，这买卖值了，以后我也是董事。冉冉，爸已经给你报名了下个月的全国超模大赛，你现在呀又高又漂亮，一定能拿到第1名的。哇，哎呀，谢谢爸，我一定会好好比的。沈老板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啊，要不还有啥事儿的话跟我讲。不用不用，苏先生你别太客气了，那个我一会儿还有自己的事，就不打扰你们了哈。沈老板再见。再见。5000万分红，加上之前的钱，足够给爸妈买套带花园的大平层了。再请24小时保姆团队和家庭医生团队，让他们再也不用操心了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咨询家政服务吗？我是这的老板张涛。张老板，我要订20个保姆，10个家庭医生，越快越好。啊，20个保姆，10个家庭医生。沈小姐，您确定吗？普通家庭顶多1个保姆，1个家庭医生。您这是要开养老院？我给我父母找的，10个负责做饭，必须要会8大菜系，每天换着花样来；10个负责打扫卫生。我父母房子大，所以必须分工明确。家庭医生必须要包含内科、外科、中医科，24小时待命。沈小姐，我不是泼您冷水，我看您也就20多岁的样子。这20个保姆，10个家庭医生，每个月工资最低30万，12个月就是360万。我开公司5年，最大的单也才3个保姆。您这一单我需要确定一下您的支付能力。万一我把人找齐之后，您这边工资开不出来，我没法向员工交代啊。张老板这是担心我付不起钱啊？我呢，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，就这点工资，也顶多是我1个小时的营收。万物交易所没听说过，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沈小姐，抱歉，我不是质疑您，就是干我们这行需要谨慎。您说的万物交易所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能赚这么多钱？字面意思，交易万物，小到容貌运气，大到健康寿命，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，在我那儿都能买卖，等价交换，童叟无欺。你先出去，把办公室的门带上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好的。啊，沈小姐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，什么都能交易？不瞒您说，我最近正有件事犯愁，
我想卖点东西。就是这公司人多嘴杂，传出去啊，我怕影响不好。您看能不能到您的交易所去详谈？没问题，我的交易所离这儿也不远。哎，好，我收拾一下，我们就过去。沈老板，我开家政公司以前就是个普通打工的，我和我老婆挤在出租屋里面吃了3年泡面。后来公司做起来之后，挣了些钱，但麻烦也来了，总有些女人故意接近我。啊？哎，有些人假装面试保姆，还有的人甚至在公司楼下堵我。呀，对了，上个月狗仔还拍了张我和女客户的照片，标题还写得乱七八糟的。你的意思是想解决这些桃花？对啊，我老婆现在都跟我分房睡了，说再这样下去就跟我离婚。公司员工都议论，说我私下生活不检点，好几单生意都黄了。哎，刚听您说能交易万物，就想着能不能把这烂桃花给处理掉。只要您愿意帮我，我愿意垫付那30名员工1年的工资作为谢礼。不是啊，张老板，你搞错了，是你卖我东西，我给你钱，不是你求我帮忙给我钱。你卖掉的是桃花啊，你是把身上的负担卖掉，我收了你的桃花，所以应该是我给你钱。这还能收钱？我还以为这种麻烦事儿需要倒贴钱处理呢。那这桃花运值多少钱呀？啊，只要能解决我和我老婆的矛盾，多少我都愿意卖。你先别急，交易看的是价值，你这桃花是负面桃花，没有什么正面价值，所以它的价格不会太高。但是给你老婆买个包是没问题的。来，把手伸出来，闭上眼睛，别紧张。张老板，您这桃花运值5万块，我这就转给你，您查收一下。啊，这就完了？桃花运解决了？沈老板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我能不能打个电话验证一下？就给那个总纠缠我的那个娇娇，以前我打电话3秒钟，她肯定接我电话，还特别热情。随便你吧，反正试一下也好，免得你心里犯嘀咕。谁呀？这么烦，正跟闺蜜逛街呢。娇娇，是我，张涛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张涛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跟你熟吗？别仗着有几个臭钱就骚扰我，以后没事别给我打电话，我拉黑你了啊！哎呀，沈老板，真太谢谢你了，我的桃花运真的处理了呀！我现在就回家跟我老婆道歉，肯定能哄好的啊！还有你要的那个20个保姆和10个家庭医生，我3天给你凑齐。做饭的我都让他带着拿手菜式做，家庭医生我都帮您验好资质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后续我会把合同拟出来，薪资、到岗时间全部都给写上去，到时候麻烦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个沈老板，您放心，人呐绝对给你找最好的。以后你们家要是需要家政什么的，都可以找我，我给你打8折，不5折。嘿嘿。行，以后我有需要我肯定联系你。好嘞，我走了。好。又是一单等价交换，既帮张涛解决了麻烦，我爸妈的保姆和医生也有着落了，挺好。豪宅有了，豪车有了，爸妈的保姆和医生也安排好了，现在躺着都能赚钱，这日子也太爽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现在这直播间人数，以前最少也有1万人，现在只有5个人，连个给微微刷小心心的大哥都没有。要是谁能帮微微拉回流量，微微一定会花大价钱的。
流量差，想吸引大哥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生意吗？桃花运要是卖给他，稳赚。明天你到天河路18号，我能帮你解决流量问题，我等你。天河路18号，你能帮我解决流量问题？这位家人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能帮我？管他信不信，明天来不来就看他自己。我要先去睡个美容觉。你就是昨天在我直播间留言的人哦。来，您先坐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经纪公司的人，或者是有流量渠道，结果就是你这破小店，连个传媒文化的招牌都没有。你就是想骗我钱吧？哼！微微，你别着急走呀。你这一周直播间粉丝流失率超10万了吧？那些来你直播间的大哥已经有10天没露面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怎么帮你。坐。你需要的不是普通的粉丝，而是能给你刷大礼物的大哥粉。桃花运能帮你，能提升你身上的桃花，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异性关注你，你直播间的流量和礼物自然而然就回来了。桃花运这玩意儿还能交易啊？怎么交易啊？2种选择，要么花钱，要么从你身上找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交换。花钱？我之前靠直播赚了不少钱呢，只要你能帮我拉回流量，2000万都行。但是我也有个条件，必须先试用，要是没用的话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可以，你把它放在身边，现在就开直播，看看效果。行，那我就信你这一次，要是骗我，我立马报警。家人们早上好！家人们早上好！今天我们感谢 AA 建材王哥送出的梦幻城堡，谢谢王哥，比心，爱你哦！哎，沈老板，现在梦幻城堡一个要88888呢，建材王哥直接送了10个，这是真的！我之前的榜一大哥真的回来了，现在相信了，那你还要继续合作吗？沈老板，我信了，现在就交易，2000万，我马上转给你。家人们先等我一下，我先处理一些事情，等我哦。这粉水晶会持续不断的给你输入正面桃花运，只要你不主动丢弃，效果会一直在。行，交易完成，你拿走吧。家人们，我回来啦！我天，沈老板，你快看，现在直播间在线人数已经10万了，满屏都是礼物。家人们，主播也太有魅力了吧！谢谢家人们的喜欢。想当主播男朋友？现在主播还是单身，有喜欢的以后可以每天都来主播的直播间来看我哦。以后天天来给主播刷礼物。这才过了5分钟，礼物收入的钱都100万了。之前我鼎盛时期的时候，1个月才赚那么多呢。沈老板，你真是我的贵人呐！哎，不用，你付了钱，我给你想要的东西，很公平。家人们，稍微等我一下，主播需要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。沈老板，今后如果我朋友有需要的话，我一定第一时间介绍来你这里。那我就先去直播了，直播间的大哥都等着急了。快去吧，祝你事业顺利。又是一笔顺利的交易，既赚了钱，又帮人解决了麻烦。这万物交易所果然越来越有意思了。
小心点儿，这桌子上的东西碰死了你赔不起。听说你就是万物交易所的老板，他们说你这什么都能买，什么都能卖，是真的吗？坐吧，你先把你手上那东西扔了，我们店不沾不干净的东西。我们这儿确实能交易万物，金钱、运气、容貌，童叟无欺。真能交易？那你看我这条破命，能值多少钱呀？或者把我喝酒的破毛病给换了。你慢慢说，你别着急。你先说说你这想喝酒的毛病怎么回事儿？5年了，整整5年了。一开始朋友们带我去喝酒，说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。我想着混圈子要合群，我也就跟着喝了。后来我吃饭也要喝酒，不喝酒我就吃不下去。我一次要喝半斤酒。再后来我上班我也带着小酒瓶，趁老板不注意，我就喝2口。那你这酒瘾给你惹了什么麻烦呀？麻烦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就被麻烦给毁了。公司做检查，我喝多了，在桌子上直接睡着了。被发现直接给我辞退了。我老婆跟我吵，说你今天喝得跟烂泥一样，孩子开家长会你都不管。去年我老婆跟我离婚了，孩子判给了她。上次我去看孩子，她站在老师后面说我没有这个酒鬼爸爸。还有上个月我喝醉酒了，开车撞了一个老太太，判了我3个月。前几天刚出来，我还要再赔偿100万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我天天喝酒都是去借钱，亲戚朋友都被我得罪了遍。我恨我自己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我感觉没有酒我就没办法呼吸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要贩卖你的酒瘾，换钱以后去赔给那个被撞的老太太？我卖，只要是能把我这个酒瘾去掉，再给我一些补偿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沈老板，你看我这个酒瘾能卖多少钱？把手放上去，闭上眼睛。这个酒壶会吸收你身上的酒瘾，但是至于价值吗，还得让天秤来衡量。我没有办法保证金额。行，我不在意，只要我能戒掉，多少都行。我再也不想当酒鬼了。你这酒瘾价值1万，我现在就能转给你。1万？沈老板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5年的酒瘾毁了我的家庭，我的工作，1万块钱连我赔偿100万的零头都不够。等价交换讲究的是物品本身的价值，你的酒瘾给你带来的全是负面的习惯，没有任何正面作用。我觉得这1万挺合理的。哎呀，1万块钱这也不行啊！老太太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他们家里人一直催我还钱，再不把钱凑够，他们就要告我。我不能再坐牢了。对了，沈老板，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卖。我以前喝酒很厉害，我喝5斤白酒都不会醉。我能不能把我这个酒量给卖了？以后我就做一个滴酒不沾的人，1杯啤酒就可以把我灌醉，这样也正好断了我喝酒的念想。你看这个能值多少钱？酒量是可以交易的，但是交易之前我要告诉你，卖了以后你可能1滴酒都不能碰了，哪怕只是1口，你可能都会醉得不省人事，甚至伤到身体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只要我能凑够赔偿，以后就算有人拿酒灌我，醉死也是我的。行，你把手再放上去一次。这次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忍一下。
你的酒量价值100万，加上之前的1万，一共是101万，够你赔偿了，还能剩下点小钱，做点小生意。我这就给你转过去。100万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，沈老板？是不是做梦？打开手机就知道了。100万，我终于凑够了还债的钱了。我去看老太太，我能向她赔礼道歉，我还能去看我的孩子，她可能还会再认我。钱到手了，就赶紧去处理赔偿的事儿，以后别再碰酒了，找份踏实的工作，好好跟孩子修复一下关系，日子还能好好过。沈老板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喝酒了。等我安顿好，我回来给你送锦旗。锦旗就不用了，以后你有朋友要来交易，记得来找我就行。好。酒量可是个好东西啊，能让人千杯不醉。看来我需要好好找一个买家，卖个大价钱了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来，兄弟，还喝，很不错。苏振海非说有大客户要接手，但是还得跑这趟商业晚宴。不过这酒壶里的酒量，要是能再卖一笔，倒也不亏。沈老板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啊，就是之前我给你提的有钱集团的董事长王有钱王总。您好，王总可是身价100亿的大人物啊。他今天啊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沈老板呐，久仰大名啊！我之前听苏总提了好几次你的万物交易所呀，说你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我这次来呢，确实是有事相求。王总客气，如果有什么不便说的话，咱们可以坐下来说。这宴会厅人多嘴杂，聊正事不太方便。沈老板请上座。请坐。沈老板，不瞒您说，我这100亿身家呀，看着风光，其实啊，全都是熬出来的辛苦钱。以前求人的时候啊，喝到胃吐血都是常事儿，现在好不容易熬出来了，结果又遇到了这个坎儿。王总有话不妨直说，生意上的事儿。没错，我最近在跟威明集团谈一个10个亿的项目，要是谈成的话，有钱集团明年就能上市，到时候说不定身价翻3倍都不止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威明集团的董事长威天硕的身上。那老狐狸别的也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在酒桌上谈生意。甭管多大的合同，喝不尽兴就是不签字。就是那个他呀，酒量好得很，1斤白酒下肚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可我呢，天生的就是一杯倒。上次跟他吃饭，刚沾了口红酒，头就晕了。合同直接黄了一半。这要是再谈不成，我那前期交的5000万筹备金，那直接就黄了。王总如果只是为了酒量发愁，那我这东西刚好能帮上忙。这酒壶它能让我喝酒不醉。沈老板，你可别开玩笑啊！我试过很多解酒药、护肝片，全都没用。我这不是普通的酒壶它这里面装的是千杯不醉的酒量。如果您这次跟我交易，别说红酒，白酒、洋酒混着喝，你也能与威天硕拼到底。不过要等价交换，对吧？那苏总跟我说过咱们这儿的规矩，没关系，我出钱，只要这酒量能让我把合同签了，我给你2个亿，就当是奖金提成。王总倒是爽快。2亿买我这酒量，够了。看在王总这么爽快的份上，这酒壶你拿去试试威力吧。如果确定了他的实力，咱们再交易也不迟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威天硕。
哎，这感觉我好像浑身都有劲儿了呀！嘿，哎，一点醉的酒意都没有。沈老板，这东西太神了，我这就去找微天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哈哈哈，韦总，王总，哎呀，好，碰一个，好，来，干了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韦总啊，别说话啊，再来一个，这好，干！哈哈哈哈哈！再来一个，好，韦总，来，干了，哈哈哈哈。王总，哎，真是好酒呀！之前我没发现，国足就赢了。这合同今天就签。好，韦总，走。嘿，哎呀，沈老板，成了，合同签了。哎，那2个亿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你可是老天爷特意派过来给我帮助的。哎，王总客气了，等价交换而已。以后我要有朋友需要，第一个推荐到你这儿。沈老板，那我就先跟韦总应酬了，就不打扰你了。来日方长啊！哈。2亿到手。之前还想着省着花，现在看来是时候过一下挥霍的人生了。夜店、男模、黑桃 A， 以前不敢想的，现在全都要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别拘谨呀，喝起来呀！今天酒管够！耶！喝酒太难受了，早知道不喝那么多酒了。喝酒伤脑子哦。沈老板，我想交易，我想卖掉我的脑子。你先坐，妹妹，去那儿坐，别闹。卖脑子可不是小事儿啊！你先说说怎么回事儿。我这交易所只做等价交换的，你总得让我明白你在卖什么吧？你总不能真把脑子里的神经挖出来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真正的脑子，是他们说的恋爱脑。沈老板，你帮帮我，我再也不要这破玩意儿了，就算没1分钱，我也要卖掉它。恋爱脑？你等等啊，你别急，一句句说。你是李萌萌是吧？哪个学校的呀？怎么都沦落到要卖这个的地步了？我是师范大学大3的学生，我和我男友陈哲在一起3年了。就在上个月，我发现他出轨了，和他们系的师妹在一块逛街，还买了我舍不得买的香水送给他。那这表也是你给他买的？是，他说他客户多，带便宜表没面子，他把我攒了3年的生活费和兼职打工赚的钱全拿出来了，这是考研报班的钱。后来他说自己欠了赌债，怕被人找上门，我又借了8万的网贷给他还上了。他说他跟我好好过，再也不赌了。别怕，你公放。
毛毛，80万欠款再不还，就去你学校贴海报，让你老师同学都看看你是怎么借高利贷的。8万变成80万，这利滚利这么狠，你朋友没劝过你啊？劝了，我室友天天骂我恋爱脑，说陈哲就是骗我的钱，说陈哲都出轨了，还让我替他还赌债。你说我是不是傻？我那时候还跟他吵，我说陈哲就是一时糊涂，他会改的。直到上周，追债的把我堵在宿舍楼下，拿着喷漆要往墙上写欠上还钱的时候，那时候才知道陈哲早就把我拉黑了，他根本没打算还1分钱。那些讨债的没少骚扰你吧？他们天天去我家闹，我妈给我打电话哭，说邻居都在指指点点，我现在课也不敢上，宿舍也不敢回，走投无路，才想起您这万物交易所，他们说你什么都交易。沈老板，我求你帮帮我，这恋爱脑，它只会让我变得越来越蠢，把我逼上绝路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恋爱脑本质上是对不值得的人有着盲目付出的执念，是分不清对错的共情能力。交易可以，但在这之前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交易之后你不会再对陈哲有任何的留恋，以后对待任何感情的问题也会更加理智，但可能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的喜欢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毫无保留。我之前的毫无保留换来了80万的欠款和被人追债。沈老板，开始吧，哪怕卖1分钱，我也认了。把手放上去，闭上眼睛，想一想曾经你为陈哲做的那些事，再想一想现在你被那些讨债的人追债的样子，把你想对陈哲的那些挽留的话全部放出来。有意思，这恋爱脑竟然能变成香辣脑花。我好像真不难受了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天秤的衡量吧。你这恋爱脑价值60万，比你想的1分钱多得多。毕竟这也让你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，也算是有过重大影响的执念了。60万，60万，居然真的能卖60万！我还以为这种遭人嫌的东西连垃圾都不如。虽然还还不完80万的欠款，最起码不用被追债的堵着了。我还能给我妈道歉，让她别再担心了。沈老板，谢谢你。别谢我，等价交换而已。这恋爱脑还能变成香辣脑花？下次遇到一个追求刺激恋爱的人，那能卖更高价钱吧？不过，猪脑花真的好香啊，好想吃一口。这玩意儿闻着也太香了吧！凉了可惜了，要是我能吃一口就一口。哎，海鲜你够了！海鲜你够了！妈妈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连场电影都没看。上周你生日，我订了餐厅，你却拿着文件去跟客户谈合同。这句生日快乐还是在电话里说的。周凯，现在是酒吧营销的关键时期，我每天要盯营销、看装修，哪有时间跟你说这些情情爱爱的？我们又都不是小孩子了，感情能当饭吃吗？感情不能当饭吃，
所以就能在我发烧到39度的时候，只丢给我一盒退烧药，转身去处理酒吧的酒水订单。妈妈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我感觉我和你的合作伙伴没区别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周凯，如果我不爱你，我会帮你还你妈手术费的20万吗？我会给你酒吧10%的股份吗？周凯，你少拿爱不爱来绑架我，我只是想要把事情做稳妥。我要的根本不是这些，我要的是你会跟我抱怨工作累，会跟我分享开心的事，而不是像一个老板一样冷静。妈妈，我们分手吧。哭的时候别憋着，容易憋出内伤。你是谁？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我是万物交易所的沈梦，我不是来安慰你的，我是来帮你挽回他的。我看你看他走的时候，手都攥紧了，其实你舍不得他，对不对？挽回？我凭什么信你？大街上随便来个人说要帮我，我就要信吗？就凭我能让你变成他想要的样子，不是让你放弃酒吧，也不是让你变得幼稚，而是让你学会爱。你缺的不是爱他的心，你缺的是颗恋爱脑。恋爱脑？那种为了男人放弃自我、无脑付出的东西，我不需要。那是别人的恋爱脑，不是你的。你要的恋爱脑是能让你放下职场的紧绷。记得他喜欢吃糖醋排骨，在他加班时候给他递杯热咖啡，是学会表达在意，而不是无底线的倒贴。你想想，在他跟你说分手的时候，你不去跟他争爱情能不能当饭吃，而是跟他说我只是怕搞砸一切，所以才不敢说软话。你觉得他还会走吗？你想要什么代价？我不会无缘无故白要你的帮忙。等价交换，我给你会表达的恋爱脑，你给我同等价的东西。如果能够挽回爱情，我愿意把我名下的慢镜酒吧抵给你，每个月营收最少500万。慢镜酒吧我听过，的确值这个价。不过，你真的愿意拿酒吧来交易？我愿意。那你把这猪脑花吃了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。如果没用，我分文不取。怎么感觉心里暖暖的？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不用刻意保持冷静。喂，周凯，你现在过来。又有什么工作要交代吗？妈妈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周凯，你说我不爱你，可我早已经把你规划到了我的未来里，我离不开你。周凯，我需要你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也离不开你。刚才走的时候一直在后悔，我不该逼你做出改变。你还知道后悔啊？又是一笔划算的交易，这酒吧应该能卖不少钱。就算卖不了，留着天天看男模也是爽的。不对，我还不会经营啊，我得先去别的酒吧取经。听说这酒吧是仅次于赵曼的那家酒吧，我得先摸清楚怎么经营，看看氛围。
来，这酒吧怎么找了个这样的歌手？长得也太普通了，还想上台？就是，说不定啊，他是老板的亲戚。待会儿要是唱难听了，就把他轰下去。好。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。声音不错，挺有辨识度，不过长相确实不占优势。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。长这么丑，赶紧下去吧，别玷污了我们的眼睛。就是，闭上眼睛听，还像回事儿。一睁开眼，饭都能吐出来。不行，改行去刷碗吧。滚，下去吧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只是想唱歌。哼，想唱歌？哼，想唱歌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赶紧滚！下去！你他妈眼瞎呀？没看见我在喝酒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长得丑还到处撞人，道歉有屁用啊！就是，这个酒吧本身都够晦气的了，长这么丑还捅我大哥，啥这破地方！两位大哥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消消气啊！本来说今天给你充30万的会员，不来了，公司的人都不来了，呸，什么地方？大哥，黄离，看你干的什么事儿！刚才的客户是咱们公司最大的客户，害得公司至少损失30万。今天你必须赔偿，否则你走不出这个大门。老板，30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我一个月工资才3000块，怎么可能赔得起？我管你有钱没钱，祸是你自己闯的，你自己必须负责，要么赔钱，要么报警抓你。要么赔钱，要么报警抓你。他赔不起，我能帮忙。你谁呀？少他妈管闲事儿！这3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赔得起吗？好，我给你们2个3天时间，要是拿不出钱来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你真能帮我？我连30万都拿不出来，只要你肯帮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跟我走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我帮人从不白帮，要等价交换。这里就是你说能帮我的地方？这看着不像能凑30万的地方。坐吧。我这个地方不凑钱，只做交易。你除了要赔偿30万，你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实现的愿望？愿望？我想要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吧，就叫蒙面唱将。不用看外貌，不用看背景，只要喜欢唱歌唱得好，不管像我这样的普通人，还是比我更不起眼的人，都能站在台上唱歌，不用被人骂，不用被人嘲笑。我知道这样很荒唐，一间酒吧最少也要几百万，可我连30万都赔不起。可是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，要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就好了。荒唐吗？我这儿刚好有一间酒吧，是别人抵押给我的，我正愁没地方处理，现在倒省事儿了。真的？可是你要我怎么换？我除了会唱歌什么也没有，连30万都拿不出来。你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那天籁之音，足够换这间酒吧覆盖那30万的赔偿。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，
交易以后，你的声音会变得嘶哑难听，再也唱不了你之前的天籁之音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你把你的天籁之音卖给我，换了这间酒吧，你拥有你的蒙面唱将，但是你不能在台上唱歌了，你愿意吗？不能再唱歌了。我愿意。唱歌是我的命，可看着别人因为外貌被嘲笑、被否定，我更难受。如果有这间酒吧，能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能站在台上唱歌，就算我再也唱不了，也值了。把手放在麦克风上，闭上眼睛。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嗓子里飞出去了。你说话试试。我的声音，你的天籁之音没了，但是你拥有了一间酒吧。把这个合同签了。这酒吧现在是你的了。谢谢沈老板。等蒙面唱将开起来，我一定让它成为所有爱唱歌的人更好的家。不用谢我，等价交换而已。老吴那边的30万我会帮你去结清，你直接明天去酒吧交接就行了。我现在就去设计酒吧的装修，我要弄一个大大的舞台，再做一批蒙面的面具。又一笔有意思的交易，也不知道这天籁之音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的买卖。我是一只小鸟，天哪！想要飞呀飞呀，飞也飞不高。我的天，你这嗓子是被砂纸磨过吧？还敢出来唱歌呢？简直是听觉受辱！这要是发网上啊，绝对能火，全网最离谱破锣嗓子街头艺人。小伙子别唱了，再唱旁边店家要赶人了，别糟蹋歌了。都散了吧，走吧。我是一只小鸟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姐，你是想让我别唱了吧？没事儿，我唱完这首歌就走，不耽误您逛街。我不是来赶你走的，我就是好奇，为什么你自己也知道音准不太好，大家又都这么说，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唱歌？唉，我叫陈野，以前在工厂打工，日子过得跟白开水一样。后来看到别人弹吉他唱歌，我就爱上了，然后自己花钱买了个破2手吉他，自己跟着视频学。我也知道我五音不全，别人都说我是破锣嗓子，可只有拿着吉他唱歌的时候，我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。我就想圆一次歌手梦，哪怕有人愿意听完我唱一首歌。以前做交易总想着等价交换，赚了钱买豪宅买豪车，爸妈的生活也安顿好了，现在手里的钱早就够花了。真人这么执着，要不就无偿帮他一次，反正麦克风放在店里也是放着，说不定能圆一个人的梦。唉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这个话筒拿着试试。姐，不行，你这个麦克风一看就很贵，我不能要，我就是说说而已，不是想要你的东西。我不是送你，你就拿着试试。你不是一直想好好唱首歌吗？你拿着它再唱一遍我是一只小鸟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那我就试试吧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现在还有人愿意帮我，已经很好了。如果我以后能够站在大舞台上，我一定会报答姐的。
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整出什么活儿。我去，这还是刚才那个破锣嗓子吗？妈呀，这也太好听了吧，比唱片带劲多了。是啊，家人们快来看呀，商业街出了一个神仙街头艺人，真的唱得太绝了，太棒了！鼓掌，真的太棒了！哇，好好听啊！哇，太棒了！好听啊！原来不图回报的帮助比赚钱还让人开心。行了，他的梦圆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老板，陈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身打扮，你找到工作了？好，你别说了，你跟我走。哎，有件天大的事儿跟你说。等会儿，包没拿。走。去哪儿啊？你别多问。我门都没关呢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好歹说清楚啊！你不要问那么多了，去了你就知道了，肯定是天大的好事儿。梦想娱乐，这是？走吧，请。老板好。邵老板，你看这个。这怎么回事？我的名字？你还记得你递给我麦克风那天下午，我拿麦克风唱了首歌，然后有人把那个视频发到网上了，那天晚上就火了。然后有经纪公司想签我，我没同意，就拿这笔钱开了这家娱乐公司。当天我就决定要做到更大的舞台，好报答您。如果没有您，我现在还在街头被人嘲笑吧。所以这家公司就一定要写你的名字，也只有你是我的恩人，也只有你可以做这家公司的老板。这陈野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而且我也只是随手帮了你一把而已。邵老板，你先别急，还有更大的惊喜。现在能叫得上名字的顶流艺人，全已经被我签到公司里了。到时候咱们梦想娱乐就是业内最顶流的公司，你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一次无偿的帮助，竟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不但有了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娱乐公司，还成了顶流明星的老板。好，陈野，咱们好好干。一定让梦想娱乐走遍全世界。好的，邵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，让你挣得盆满钵满，让你成为最大的老板。